上一期呢测了这台凯越525X的基础性能、加速和油耗，这一期呢测的是极速跟刹车，还有减震，还有骑行体验部分。这台车的极速跑到了表显170，GPS 显示 166.3， 误差率呢 2% 左右，属于比较准的表头。而有些车呢表显误差在 8% 到 9%， 这样 GPS 166，那么表显就超过180了，看起来呢会好看一些，但实际上的极速都是一样的，国家允许是不能超过 10%。 刹车性能呢还算中规中矩， ABS 每次介入的时候还是能感觉到比较突兀，你能明显感觉到 ABS 介入带来的车辆的抖动，会感觉没有那么细腻连贯。好在成绩还算不错，60到0呢 15.3 米，刹车的手感呢也比较适中， ABS 介入的时机呢不早不晚，卡钳的咬合力呢也是中等偏上一点。凯越这台车呢前后减震都是全可调的，前减震呢预载、压缩、回弹、阻尼都可调，后减震呢也是压缩、阻尼、回弹都可调。现在是压缩回弹最软的状态，待会呢再对比一下最硬的状态，看一下这套减震调节的幅度有多大。调节的幅度越大呢，说明它适应路面的情况也就越广。左边是回弹，右边呢是压缩。回弹呢有20格，压缩呢有16格。我们都调到最硬看一下，同样的力呢更难压下去。换种说法呢，就是支撑性更加好，过一些大的颠簸和冲击，或者是重刹，车辆没有那么容易触底。但是呢，遇到小颠簸呢，过滤性呢就比较差一些，甚至能感觉到麻手。所以必须要根据你使用的路面，还有骑行的速度，还有你自身的重量，综合起来去调节它。所以减震调的好不好，或者是匹配的好不好，非常关键。前减震的压缩阻尼呢，从软到硬我是调到6格，而回弹阻尼呢，我是调到7格。因为我测油耗，大多数骑行都是匀速行驶，而且也不会激烈驾驶，所以舒适性会考虑的更加多一些。后减震的压缩阻尼呢，是需要扭这颗螺丝才能更加方便的调节压缩阻尼。压缩阻尼呢，我从硬到软大概调了4格，因为我的重量连起伏大概是66公斤，而且也要配合前面阻尼设定，前后减震的调教要均衡。下面这个螺丝是调节回弹阻尼，总共呢有28段调节。现在来演示一遍，现在回弹调到最软的状态，基本上是拉不住车身的，减震压下去，回弹上来的时候余弹比较多，根本不能稳住车身。现在把回弹调到最硬的状态，明显减震回弹上来的时候，速率呢变慢了很多，但是呢回弹也不能调得过慢，也就是过硬，因为回弹太慢的话，等遇到连续颠簸的时候，第一个波减震还没回弹完，又接着第二个波了，减震回弹的量比较少，也就是说减震的行程还属于压缩的状态，可用的行程也就变短，遇到第二个颠簸的时候就会感觉到非常的硬，所以回弹调得太慢呢，是没办法处理快速的颠簸了。现在把回弹从最硬往软调6格，总共呢是28格，现在是22格的状态，明显回弹积极很多，很多偏一点性能的仿赛或者街车，原厂基本上都是这个回弹的速率，但是呢 ADV 还是要更加舒适一些。我们现在把它调到19格看一下，回弹的速率呢又更加快一点，处理细碎高频的颠簸会更加好一些。但是呢，过一些高速大的起伏路段呢，稳定性呢又会欠缺一些，所以两者呢是比较难折中的。要舒适性呢，必须要牺牲一点运动性。但是大多数买这台车的人也是休闲惬意的骑行更加多，所以全可调减震的好处就在这，可以适应更多种路况和更多人的驾驶习惯和体重，可玩性呢会更加多，前提是会调。这台车的操控性和灵活性也是它的优点，它骑起来是真的轻巧。类似骑300排量的单缸机，而且凯越也是主打性能的，所以在这方面还是下了挺多功夫的。它的确要比同级别的要灵活一些。这台车虽然是22款，但是从整体的体验感还有测试的数据上看，它是不比国产一线品牌要差的，甚至有蛮多地方还是优于他们的。但是呢，缺点也是有，例如发动机的震动，还有整车的质感呢也是中上水平。总体来说呢，这台车还是有实力的。